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是海马斯火箭炮能救台独吗？最近呢，西方媒体有的大肆吹嘘乌克兰使用美制的海马斯远程火箭炮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并且把话题往台湾身上引。因为台湾呢也采购了海马斯火箭炮，有外媒声称呢，台湾的海马斯火箭炮将对大陆攻台造成很大的影响，有可能对解放军造成很大的杀伤。这让不少的中国网友们很担心呢。那么真相如何呢？这要从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究竟取得了什么战果，有什么优势，以及俄罗斯为什么吃亏说起。海马斯是 M142 高机动性火炮火箭系统的英文缩写。这款武器装备是2010年投入使用。它呢搭载了一个模块化的多管火箭的吊舱，能够装备3种不同的火箭或者是导弹，227毫米的制导火箭弹，射程约70公里。乌克兰呢目前使用的就是这种火箭弹，另外可以装2枚精确打击导弹，射程是500公里。另外还有单枚的 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射程约300公里。那现在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只是制导火箭弹。那么这整套吊舱安装在一个5吨的卡车的底盘上，机动性很好。在乌克兰战场上呢，它相对于俄罗斯的龙卷风 S 远程火箭炮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是系统的机动性高，自动化程度高，能够快速的在行驶状态和发射状态之间转换，停车就打，打完就跑，战场生存力比较高。而且这个火箭弹的吊舱重新装填的速度很快。二是乌克兰使用的227毫米的火箭弹采用 GPS 和惯性导航相结合的导航系统，命中精度比较高。三是乌克兰得到了西方的情报的援助，并且他自己有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配合侦察和锁定目标。乌克兰声称使用海马斯火箭炮摧毁了俄罗斯的多个弹药库，俄罗斯也声称摧毁了2套海马斯系统，但是乌克兰和美国呢都不承认。相比之下，俄罗斯的龙卷风 S 300毫米远程火箭炮虽然射程更远，达到了120公里左右，但是弹管重新装填比较麻烦，要半个小时左右。发射车在行驶状态和发射状态之间转换的时间比较长，最关键的是侦察的力量不够。目前俄罗斯炮兵营首侦察分队使用的海鹰10小型无人机，活动半径呢只有100公里左右，还达不到龙卷风 S 的最远射程，而且飞行速度比较慢。俄罗斯的反炮兵雷达部署的也不多，而乌克兰呢已经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支援的反炮兵雷达，因此呢，在龙卷风 S 和海马斯火箭炮对轰的战斗中，龙卷风 S 吃亏这并不奇怪。根据外媒的报道美国政府在2020年就批准了向台湾出售海马斯火箭炮。今年5月，台湾当局决定采购更多的海马斯，而不是 M109 自行榴弹炮。那么台湾的海马斯火箭炮会对解放军造成重大威胁吗？应该说呢，威胁是有，但是不大。原因是台湾目前只采购了和乌克兰相同的227毫米的制导火箭弹，只能攻击固定目标，对于解放军的渡海舰船这些移动目标来说威胁不大。而且射程呢只有70公里，在台湾本岛和澎湖列岛部署的话，是根本打不到大陆的岸上目标的。如果是部署在金门或者是马祖，离大陆又太近，处于我陆军火炮的射程范围内，在战时是没有生存的可能的。海马斯能够发射的精确打击导弹，射程已经落入了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协议的控制范围内，想必美国不会出口给台湾。我们需要留意的是 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理论上它是不违反导弹及其控制技术制度的，而且射程也足够从台湾本岛打到大陆。那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呢，台湾已经采购了64枚 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不过也只能攻击固定目标，对我军海上舰艇的威胁也不大。现实情况是，不论台湾买什么武器，都无法逆转大陆统台的决心。合同，所有这些武器都将原封不动地落入解放军之手；武统，凡是对我造成威胁的武器，通通都会被解放军打掉。如今呢，我军已经装备了众多型号的远程火箭炮，类似海马斯这种模块化的构型的也有，比如我国出口阿尔及利亚的 SR5 型远程火箭炮系统。我军呢还装备了大量的射程覆盖台岛全境的精确制导的火箭弹。如果统一台湾的战争打响，
恐怕台湾岛上的所有目标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我远程火箭炮弹和东风炮弹覆盖。我们还有大量的海基、空基打击武器以及察打一体无人机，能够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台岛上的各种各类的目标。台军没有多少反抗的机会啊！区区一款海马斯火箭炮怎么能救得了台独呢？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